萧炎淡淡的瞥了一眼这颇为狂妄的王无天，喉咙间传出一道低低哼声，手印突然一变，旋即金色眼瞳中再度散发出一道璀璨的金光，然后一股玄妙的奇特力量在萧炎的体内不断的涌现，而这股玄妙奇特的力量就是焚神第三绝焚神九火的力量。现在的萧炎已经拥有对抗一位第三序列神的焚神之力，所以可以说萧炎此时已经拥有了可以对抗神的力量。随着焚神之力的再度催动，萧炎的实力更是变得强大无比，而且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显然也是神之气息。第一次使用焚神形态，这股焚神之力竟然如此的恐怖，此前还觉得这一股力量只能对抗准神，不过现在看来就算是对抗一名第三序列神也不是问题了。焚神形态所带来的恐怖力量让的萧炎都是微微有些意外，而且对面王无天的脸庞上此时也变得有些惊讶起来。神的气息，这怎么可能？你明明是最强主宰巅峰的修为，为何散发出来的是神之气息？而且我现在竟然感受你到你体内的元气了。王无天说着越来越震惊起来，他隐世数千年也无法突冲击神指境，这一次要不是进入古元天与先天神族合作，恐怕还是无法顺利冲击纳入神列晋升神指境。萧炎只是微微一笑道，凡事都有可能，而你接下来将会死在我的手中。简单的一句话确实让的王无天听了身躯一震，如果在之前萧炎说这话可能会瞬间被一巴掌拍死，可现在萧炎有了与他一样的神之力量，恐怕鹿死水手还真不好说了。真是好大的口气，本神乃货真价实的第三序列神，而你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自己的实力提升至可以与我对抗的层次，你这伪神终究还是会死在我的手里才对。王无天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低沉起来，虽然这么说，但是内心之中却是感受到萧炎身上那散发出来的金光依旧让得他极为的忌惮。而现在的萧炎虽然实力的修为是最强主宰巅峰，然而在他催动焚神第三绝的时候，其运转的能量已经不是元气，而是那玄妙奇特的焚神之力。现在的状态已经有了可以对抗一名第三序列神的自身力量，也可以说现在的状态称之为焚神形态。即便是以王无天的第三序列神的实力，也是不敢有着轻易的小觑。萧炎的那双眼睛散发出玄妙奇特的金色光芒，整个身躯竟然被一股无形的焚神力量所包裹，并且有些淡淡的金色能量覆盖在萧炎的皮肤上，一道道金色流光在其身躯上不断的盘旋。望着此时的萧炎形态，散发出同样神圣的气息，却更是令人难以置信与震撼。随着萧炎的身躯移动，这些金色能量宛如实质般的呼啸着散开，感受到体内那无穷无尽的强大力量，萧炎的身体都是变得极为的轻灵了许多。望着对面脸庞一直涌现的震惊之色的王无天，冷冷的道：王无天，现在你还敢说没有资格与你对抗吗？声音落下，萧炎却是不给王无天丝毫回话的机会，身躯再度一闪，旋即在那电光火石间诡异的消失不见，再次出现时赫然已出现在王无天的头顶上空，双掌紧握绚丽的圣火横骨尺。萧炎一声厉喝，圣火横骨尺成开山之势，径直的划过天空，对着王无天的脑袋怒劈而下。萧炎的这记攻击没有丝毫的花俏，有的仅仅只是那无比澎湃可怕的力量，而在这般力量压迫之下，尺下的所有空气都是在此刻被压缩的四散逃逸，导致圣火横骨尺麾下竟然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望着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圣火横骨尺，王无天冷哼一声，拳头紧握，然后一道神之力量盘旋其上，对着上空处狠狠地隔空一拳，一拳击出，其面前的空间顿时浮现一个凹弧，无形的空气炮弹急速成型，最后带着响彻天地的尖锐声响猛然爆射而出，与萧炎的圣火横骨尺撞击在了一起。圣火横骨尺在距离王无天那头顶半米时，便是与那股无形炮弹相撞，圣火横骨尺之上传来的反震力将尺身震得不断颤抖。若非此时的萧炎力量已经达到可以与第三序列神对抗的力量，恐怕光是这一击，圣火横骨尺便是的脱手而出，并且会反震过来的力量所击中，不死也得重创了。神的一击果然恐怖如斯。不过现在的萧炎已经进入焚神形态，旋即身形一颤，将圣火横骨尺身上所传来的劲气尽数卸去。萧炎身形没有丝毫的退却，体内的焚神力量疯狂的涌出，身影便是化为一道黑线，栖身进入王无天的身旁。同时间，右手猛然紧握，手臂诡异一颤，一股极强的劲气迅速在拳上凝聚，便是如同寸劲般直接砸向王无天胸膛。超级八级崩，低沉声音自萧炎嘴中传出，拳头之上的有着可怕的焚神之力，瞬间暴涨。那股可怕的力量，即便是以王无天之能，也是微微挑了挑眉头。虽说萧炎的速度极快，可王无天身为第三序列神，自然也不是弱手。这般紧急时刻，脚掌狠狠一跺，体内如星空般澎湃的神之力量顿时涌现胸前，眨眼时间便是在体表凝聚成了一片能量粘液，携带着恐怖劲气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那片能量粘液之上，两者相撞，仅仅只是传出一道细微的声响，萧炎拳上的那可怕力量竟然便是犹如被吞噬般迅速消散。你这拳被我化解了。瞧得萧炎脸庞上一闪而过的诧异，王无天一声冷笑，是吗？萧炎也是一道冷笑，
旋即手臂猛然一扭，噼里啪啦的骨骼碰撞声响迅速传出，而其拳头也是狠狠一震。随着萧炎拳头的这番震动，一股暗劲如暗潮般迅速涌出，旋即诡异的传过那层宛如粘液般的防护，在王无天衣服之上如炸弹般的爆炸开来，身体结结实实的受了萧炎这道可怕暗劲的攻击。王无天的面色当即阴冷下来，胸膛处也是传来一阵疼痛之感。虽然萧炎施展出已经很久没有施展过的八极崩，但是灌入焚神之力再施展出这一招，便可以让此招的力量达到非常恐怖的程度，甚至可以堪比太古阶斗技，或者说比太古阶还要厉害。果不其然，王无天缓缓地低头望着胸膛处破裂开来的衣袍，衣袍裂开，露出其胸膛。此刻上面正印着一个有些鲜红的拳印，显然这是萧炎的超级八极崩所留。该死啊！从我冲击神指境以来，你还是第一个在我身上留下拳印的人。望着那道拳印，王无天面庞也是彻底阴冷了下来，一股令人心生寒意的杀意自其体内蔓延而出。既然你能达到与我抗衡的姿态，那本神今日便让你看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第三序列神。你终究是伪神。随着王无天阴冷声音缓缓落下，萧炎能够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神圣气息正在缓缓地自前者体内弥漫而出，而在这股神之威压下，下方的各大诸天人马体内雄浑流淌的元气竟然也是略微出现了许些迟缓。好可怕的威压！这第三序列神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这股自王无天体内所弥漫而出的神之威压，也是引起了一道道惊疑不定的目光，都是投射了过去。不过在场的大多都非寻常人，眼力自然也是极为毒辣，因此一眼便是瞧见了王无天胸口之上那鲜红的拳印，当下不由得皆是微微一惊。那看向萧炎的目光则是有些异样了起来。没想到萧炎凭借单人一力，便是能够在王无天身上留下伤痕，而且这一拳也对王无天也造成了一丝影响，可能够将一名神指境的第三序列神搞成这般模样，已经足以令得不少人目瞪口呆了。萧炎兄简直与此前判若两人，一个简单的斗技公式，便是发挥出如此可怕的力量。说话多的是还在疗伤中的沐尘，此刻他身上的气息也稍微有所恢复一点，看来是那枚仙品丹药起了药效了。一旁的灵动也是与沐尘一样，伤势已经有所恢复，但是由于伤势太过严重，以至于想要彻底的恢复，至少还要几天时间。但是从刚刚萧炎与王无天的对战中，萧炎似乎占据了一丝上风，而且现在萧炎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极为的特别与强大。看来萧兄体内似乎有着一道什么神秘力量被激活了。灵动那心思缜密无比，在那隐隐中便是发现萧炎那双金眸所散发的光芒，以及覆盖在身躯上的淡金色能量，就是这道力量让的萧炎能够以最强主宰巅峰的修为对抗第三序列神的王无天。在无数人的观望之下，天空中的战斗传来一声巨响，双股可怕力量的对碰，光芒闪现，感受着王无天体内蔓延而出的杀意，显然对萧炎已经起了杀心，并且毫不保留地将第三序列神的力量全部爆发。因为与萧炎战斗下来，自己竟然隐隐的都被对方给压制，王无天也觉得现在的萧炎恐怕已经达到极为恐怖的层次了。这一次次的变故让得王无天都感到惊异，自己身为第三序列神，竟然与这些主宰境的人类打斗了这么久。此次的战斗中，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确不是普通寻常人，特别是这个萧炎，可以说萧炎是王无天有史以来所遇见的最强对手了。当初自己以一人之力剿灭一道隐世顶尖势力的时候，也没有这般感觉，所以即使以往迎敌都颇有把握的王无天，此次却是真正的感受到了一种忐忑紧迫。深吸了一口气，双方的战斗又打了几百回合，竟然每一招的攻势都是如此的恐怖。王无天缓缓闭目，神之力量在体内中飞速穿梭，瞬间之后，骤然自无数毛孔中暴涌而出。萧炎对面王无天那几乎暴走强大气息，也是眼神微微一凝，体内依旧不断的涌出玄妙无比的焚神之力，让得那充盈澎湃的力量之感荡漾在每一寸肌肉之上。身形猛然一动，一道残影浮现，而其身形却是已如鬼魅般陡然浮现王无天的身前。突然间出现在面前的萧炎，也是令得王无天的眼瞳微微一缩，这速度快得离谱。心中在闪过这般念头时，萧炎已经挥出自己手中的圣火横骨尺，应心而动，便是划破长空，带着地炎的炙热温度，似是要燃烧了这片空间一般，对着王无天的脑袋狠狠劈了下去。圣火横骨尺落下，王无天却是不闪不避，面无表情的将神之力量凝聚手中，然偶一拳轰出，便是硬碰硬的与圣火横骨尺对撞了一起。当下便是响起一道清脆声响起，两者相撞，王无天手臂却是一抖，因为在圣火横骨尺之中，不仅有地炎的力量，还有焚神的力量，两股力量的融入，令得王无天也是吃了瘪。然后王无天的手臂上皮肤一阵诡异乱扭，便是强忍着疼痛，将自己的手爪犹如毒蛇张开，狠狠地抓在了圣火横骨尺之上，神之力量凝聚，直接打在了圣火横骨尺上。一声低沉的爆破声响起，萧炎的手臂也是微微一颤，要不是焚神之力护体，自己的手臂怕是已经废了。不过却是未有丝毫慌乱，再度一尺劈出，将王无天接下来的攻势尽数封堵而回。萧炎这般老辣的近身搏斗意识，连王无天都是忍不住的惊疑了一声。试试我这一招。然后一道可怕的力量攻势
直接对着萧炎的身躯暴冲而去。萧炎立马将圣火横骨尺挡在了身前，强大的攻势打在了其上，但是令得萧炎身形竟然诡异倒退而去，一声闷哼，一丝血迹顺着嘴角缓缓流下，击退萧炎。王无天也并未立刻追击，好整以暇地理了理有些凌乱的衣袍，冷笑道：我说过，在货真价实的第三序列神面前，你这伪神一切手段都是毫无作用。萧炎稳住身影，面色阴沉下来，要动真格的了吗？没想到你还能有如此的力量。见到萧炎这般举止，王无天眉头一挑，旋即大手遥遥对准萧炎，强大的神之力量在其掌心疯狂凝聚。见到王无天此时恐怖的气息，萧炎的神色也是出现了一丝变化，因为王无天周身的神之力量竟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你战斗已经很久了，是时候要分出胜负了。这一招你能接得下吗？这是我全部的力量，也是胜负的最后一招，神技金光手。随着王无天那声音落下，在其周身有着无比神圣的能量开始急速汇聚于掌心中。在这些能量汇聚完成的时候，整个空间都被这股神圣的能量给笼罩。在那天际之上，一道巨手便是浮现而出，在其上散发出令人心惊肉跳的金色光芒。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这一道金色巨手所吸引。随着王无天喝声落下，其掌心光芒猛然大放，旋即这只金色巨手诡异浮现，最后带着无比凶悍的神迹力量，狠狠地对着萧炎的所在方位怒拍而下。就连空间都被那金色巨手所散发出来的力量虚化。此时的王无天已经释放出他自己最强的底牌，也是他催动自身的极限力量，实战出他那最恐怖的一击。感受到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恐怖力量，就连萧炎都是眼神凝重起来，因为他已经从中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不过虽然对方有强大的神技，萧炎同样也有自己的强大招式。萧炎收起手指的圣火横骨尺，然后将地炎收回自己的体内，以自身为炉，以20道圣火化作火纹，凝结成绚丽的莲花，从中孕育出的一道3尺火影。火影诞生时，整个空间的温度都开始升高，一股极为可怕的毁灭能量波动瞬间散发出来。炎神！随着萧炎的喝声响彻天际时，那道3尺火影之上的毁灭能量波动可以轻易间摧毁一切。绚丽的火影猛然自莲花中爆射而出，最后直接是划破空间，对着王无天的那只金色巨手暴掠而去。望着那在眼瞳之中急速放大的3尺火影，王无天的眼瞳微微一缩，然后露出一道诧异之色。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2道皆是蕴含着极其恐怖力量的攻击，终于是轰然相撞。这一刻，刺耳的能量炸声顿时如惊雷般的在天际响彻，令得人双耳有着短暂的失聪。铺天盖地的能量涟漪从碰撞处扩散而出，王无天微眯着眸子望着那因为能量涟漪扩散的缘故而有些显得扭曲的空间，刚欲感应萧炎的方位，面色猛然一变。在王无天面色变幻刹那，一道黑影骤然自能量涟漪扩散处暴掠而出，一瞬间便是出现在了前者面前，夹杂着焚神力量的拳头直直地对着其胸膛处砸了过去。咻！见到对方突然对着自己正面攻来，王无天竟然没有任何的还手，然后在他那诡异的神色中，萧炎的这一拳正中王无天的胸膛。然而下一刻便是让所有人都十分吃惊，就连萧炎竟然也是脸色微变，因为击中对方胸膛的时候并没有能量冲击声。最后在众人那惊骇的目光中，原本被击中的王无天身躯竟然渐渐的消失。哇，竟然是灵魂体！萧炎怒喝一声，没想到自己上了王无天的当，能够让萧炎都无法感知到这是灵魂体，足以说明王无天的灵魂修为已经比萧炎更高一些。然后在萧炎的背后却是出现了王无天的身影，当即后者凝聚第3序烈神之力，对着萧炎的后背狠狠轰去。感受着背后那可怕的能力博得，萧炎的心中顿时涌上一抹惊骇，想要回身防守，可身后的王无天却是瞬间变掌为爪，将其手臂牢牢抓住。就在这一瞬间的拖延下，这道恐怖的一拳带着必杀之力，便已如雷霆般瞬间达至，在这瞬间已经结结实实地轰在了萧炎的后背之上。当下便是在下方无数道露出惊骇的目光中，以为萧炎要落败的时候，一道低沉的声音在王无天的身侧响起：结束了。王无天立马神色大变，惊呼道：什么？也是灵魂体？然后刚想暴退开来，可是一股绚丽火海已经将王无天的所有去路给围住，旋即在火海之中冲出一道3尺火影，带着毁灭无比的能量波动，直接在王无天的身躯上彻底的爆炸开来。一声巨大的能量声彻底的响起，这一下正中王无天，并不是灵魂体，而是本尊。随着炎神力量的释放，整个空间都是彻底的扭曲起来，在那处空间的空气直接四处逃窜，直接形成了真空地带，可怕的炙热温度直接燃烧起来，那股可以焚尽万物的毁灭热浪以真空地带为中心，瞬间朝着四处席卷而去。整个古元天之中都是充斥着炎神所过之处的炙热波动，下方无数人都是张大了嘴巴，以及那震惊的目光，就连灵动和沐尘都是身躯微微一动，神色开始变化起来。赢了吗？每一个人都是抬起头紧紧地盯着上空处，目不转睛。不过就在众人的心里阵阵猜疑的时候，又是一阵巨大的响声在上空炸开。此时天空上
遭受萧炎最强之力炎神的重击，一道身影倒射飞出，在下方一道道惊骇的目光注视中，那道身影急速坠落，重重地摔在了大地之中，硬生生地砸出了一道巨大的深坑。而这道身影正是王无天，只不过王无天的身躯上有着被炎神攻击后的严重伤势，全身上下皆是伤痕血迹，嘴角边流出许多的鲜红血液。很显然，萧炎先前的猛然一击对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萧炎竟然真的能够将一位实力达到第3序列神的王无天弄得这般下场，这般念头在众人心中闪过，旋即无数目光露出震惊之色，然后都停留在了天空上那位黑色衣袍上。萧炎总指挥击败了王无天，应该没有错，萧炎赢了。此时一阵接着一阵的欢呼声如释重负般的彻底响了起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挂满了笑容，刚刚还一直紧绷无比的面容，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的释放了。此时天渊域、武神域、紫霄域和血海域、万祖域以及暗天族的领头人都是为这一场战斗的胜利露出那久违的笑容。萧炎兄，你的实力真是太让人吃惊了。李颖抬头，那望过去的目光中充满着不可思议。有意思，这叫萧炎的青年已经远远超越了你我了，不服也不行啊。暗令一声无奈地感叹道，而一旁的李颖也是一笑，对于暗令的话语也表示认可。的确，在这一场战斗中，要不是萧炎的过人之处，恐怕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出古元天。然而萧炎展现出那非比寻常的玄妙力量，最终击败了王无天。灵动沐尘望着天空上的萧炎，也是淡然一笑，看来这一次萧炎又率先一步冲到了他们的前面。这萧兄越来越深不可测了，其体内的那道力量太过玄妙了。灵动喃喃出声，林动兄，你的天赋也不比萧炎兄差，只要一些时间，我们又会追上萧炎兄的。沐尘也是出声说道。这一场古元天之战终于在最后萧炎那焚神形态下彻底的击败了王无天。虽然还有先天神族的那些古圣，不过在萧炎他们的眼中根本掀不起什么浪来，所以只要击败了第3序列神的王无天，便可以将这一场诸天气运之争结束掉。高空上的那些古圣面露震撼之色地望着萧炎，或许在这些古圣的眼中，这些本该死的诸天蝼蚁竟然被炎帝拯救了回来，而且就连他们先天神族的第3神也败在了炎帝的手中，真是让人不敢相信。因为从来没有过一位最强主宰巅峰的实力竟然击败了一位第3序列神，就算是当初元尊周元也做不到。可是如今这位来自下等级世界的炎帝竟然做到了这般让人无法相信的事实，如此强大的实力就算是放在先天神族中都是超越第3神的存在了。而现在在天元界之中能够击败萧炎的只有先天神族的那位最强之神。先天神，你们的第3神已经败了，你们也留下来吧。一直没有说话的萧炎此时目光锁定了那些古圣所在的位置，一道低沉之声响起，虽然隔着一些距离，可是萧炎这低沉的声音就如同是在他们的耳朵响起来一般。感受到萧炎的那双金色眼眸中所散发出来的可怕波动，这些古圣也不敢顶一句话，则是选择了沉默。如果是别人这般对他们说话，恐怕下一秒就出现尸体了。但是萧炎说出来的话，这些古圣也不敢有所动作，因为对方的实力实在太强大了，只要对方愿意，他们无论怎么逃都会死在萧炎的手里。不过其中一位古圣则是面色阴沉无比的一步踏出，对着萧炎怒道：炎帝，虽然你击败了第3神，我朗天古圣可不惧怕你，今日我就算死在你的手里，也要将你脱一层皮下来。然而朗天古圣刚说完这一句话，一道炙热的火海直接出现在他的周身，将其围绕起来。然后萧炎的声音自这火海中传出：有气魄，那么你就消失吧。这绚丽的火海爆发出可怕的毁灭波动，而且在其中还有这一道玄妙力量，旋即凝聚出一条绚丽巨龙，对着朗天古圣就是一道咆哮声。随着咆哮声的落下，绚丽火焰的巨龙身躯直接冲向后者。这是炎帝的地炎之火，地炎一出，灭万物。朗天古圣也是脸色一变，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力量全力爆发，然后一拳轰出，直接将空间都轰出了一个空洞，对着火焰巨龙怒飞而去。两股力量直接相撞，一道可怕的能量风暴顿时席卷开来。虽说朗天古圣的这一拳力量极强，可是他所面对的乃是将先天神族的第3神都能够击败的萧炎，所以两股力量并没有持续多久。地炎的力量直接吞噬了朗天古圣的最强一击后，再度朝着朗天古圣笼罩而去。而在朗天古圣那惊骇的目光中，彻底的陨落了，让得下方无数人都是惊呼声响起。这朗天古圣的实力与李隐暗领战斗了这么久，都无法分出胜负，可是在萧炎的手里竟然连一招接不了，就这样陨落。这萧炎此时的实力实在是太过恐怖了。萧炎兄，太不可思议了。李隐无奈摇了摇头，他这位混一天年轻一辈中的最强第一强者也该退位让贤了。萧炎的力量再次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而剩余的古圣更是暗自绝望。看来今日他们这些古圣恐怕都要交代在这里了。既然横竖都是死，那么就与萧炎拼了。炎帝，既然我们的结局都是死，那就送你一份大礼吧。话音落下，空中的所有古圣露出狰狞的面色，然后他们将自身的元气催动到极致，而且就算元气达到极致，可是其中的能量竟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甚至超越了自身极限的承载范围。这诡异的一幕让得萧炎的双眼微微一眯，然后喃喃道：“想要自爆吗？既然你们要送我一份大礼，我也送你们一份超级大礼。”那些古圣听到萧炎的话语，马上加快的自爆的速度，整个身躯都是变得无比的庞大起来，脸色个个都是露出无比可怕的狰狞之色。炎帝，你就与我们一起陪葬吧。在这些古圣的体内都有着一道超越自身极限的能量，一旦这股能量爆发开来，就算是准神都会避之锋芒。不过萧炎可不是普通人，当即他的金色眼眸盯着这些古圣的庞大身躯，嘴中一道呢男声响起：“地炎附魔绳。”萧炎周身的绚丽地炎之火直接化为了一条绚丽的炎绳，在其上有着恐怖的毁灭气息散发出来，并且还有极为强大的束缚之力，一旦被缠上，就算是这些最强主宰巅峰的古圣也会吃尽苦头。然后这些一条条炎绳直接洞穿了空间，下一秒就将那些自爆的古圣全部缠上。